这支我以为是蓝茶，对呀，长得蛮像的。对，如果这边细节不太一样，不小心出货拿错了，请别见怪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绿茶的另外一支，叫做玉露。玉露，蓝茶的另外一支。好，蓝茶了，不是绿茶。我也在想绿茶，很想喝绿茶，你想喝绿茶？玉露它只是跟蓝茶外形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它只是里面这个印花不一样，对。对对对。哦，那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闻过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是建林借我们喷的嘛？对。非常香呢，一定要介绍一下。是。特别今天赶快在寄出去之前，赶快把影片记录下来。好。有闻过吗？昨天有闻，很好闻。这一支我觉得会中应该会是很多人喜欢的哦。对，清新的茶香。清新茶香。是的。那林心凌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这支呢，它是在威尼斯商人，他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，他就推出蓝茶，是他这个系列的第一支。对。那它这支呢，它其实是要描述，就是马可波罗在1265年的时候，到中国亚洲区带回去到意大利的时候，是那个茶香这个部分的一个那种就是纪念这样子的一个旅程这样子。对。那蓝茶那一支它是蝶豆花。对，蝶豆花茶，然后是中国的部分。对，那它这一支其实是想要讲它在日本，对，日本的玉露茶在日本是他们清茶里面等级最高的茶。清茶里面等级最高的叫玉露，对，是玉露清茶。那上礼拜很巧了，礼拜五也是你们2位拍那个日本系列的温泉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们又来日本，对，这个组合通常是礼拜五的时候。玉露，泡着温泉，喝着玉露茶，哇，好大哦！这2支可以叠嘛？等一下来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试试看。先讲一下它大概是什么，我觉得是花香调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是，就是茶香中带有花香的感觉。OK，那这个味道是让人家非常亮、非常舒服的。我的印象是这样。那当然没有实际喷的来的准哦。我赶快来试试看。对。今天为了这一瓶，什么都还没喷过，赶快来。再一个。对。好，哇，蛮香的，我已经闻到。我已经闻到了。我昨天闻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一支的味道，对啊，因为它桃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它就是有一种夜晚清香的那种花香扑鼻而来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它带着水蜜桃，然后你还可以闻到那个水蜜桃毛茸茸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就近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是，好棒。那这个水蜜桃呢，还有点青涩，还有点酸酸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闻的时候，那有没有闻到什么样的类型的花香呢？晚香玉，我觉得你觉得是晚香玉？还有这个依兰，我觉得都有一些。是，有依兰，好闻哦，我觉得有我不知道，香玉跟就有闻到一微微的。我觉得这支它用的是很轻的，来看一下它的香调。好，还有橙花。橙花。开始还有橙花。好啊，那喷的这一支，现在让你们立刻置身在哪里来？但是我觉得玉露的茶味道还没出来吧？还没，对吧？还没有。一开始光前调就蛮厉害的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很明显的果香。对。然后跟花香，果香是这样凑近闻的时候，那它整体我觉得一开始都会，我这样一喷出来的那个香味，还没凑近闻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很清新的、很优雅的花香。是那有让你想起你在哪里吗？在，我觉得有我觉得有日本的神殿吗？寺庙呢？有想起很像那种就是在那种
乡下，就是很安静的一个乡下，然后就是有那种有点虫鸣声，然后那种夜晚下面，然后有那种淡淡的花香，对，目前的感觉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水蜜岛觉得这一支是比较偏夜晚哦。目前我闻到的，因为我比较会在晚上就是闻到这样子清新的花香，就是在暗的时候，这个嗅觉会更敏锐一点。对，而它一闻就是有那样带给我那样子的感觉。我怎么觉得比较像是清晨沾着露水的露水的茶叶？你是清晨沾着露水的茶叶，也是可以。其实我现在边讲。那个茶叶味开始出来了。我自己身上现在目前是这样呈现的。但是这个桃子味道是没有。对，我的桃子还是很明显。桃子味道是没有散掉。对。但是它带出那个茶香清透，你知道茶非常的清透，非常的回甘的那一种。回甘的干净的味道。对啊。就是现在它整个晕开来的味道。这个厉害呢，他居然可以用桃子，然后再下去一点，把这个茶香拖出来。对，好强哦，就很像那个泡好的玉露清茶在杯子里，然后那个清澈透亮的颜色的感觉。好，那学姐呢？学姐现在这一支给你什么感觉呢？它很像在下过雨的日本公园。哎呦，也有这种感觉。好地方，怎么说是特别下过雨之后的日本的公园呢？我觉得它是利用桃子去营造出那个水汽感，就是因为你看日本的那个植物啊，对，我觉得它是要营造出那个不管是在那个你种茶，我不知道玉露清茶是那个茶叶是种在哪里。对，就是他想营造出那个茶园吗？对，茶园里有水汽的那个氛围，就是早上清晨还带着雾气的茶园里的那个感觉。有，我觉得也不是在公园，因为是对了，如果我说我要描述它在公园，它就必须是下过雨的公园才会有那种感觉。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清晨沾着雾气的那个茶园的那个感觉。是，茶都是在山上比较多嘛，比较多。可是因为比较适合的天气，种茶叶的地，我是好像要研究一下玉露清茶怎么来，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它为什么要用桃子去带出清茶的香味，对，跟它种植的过程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我现在身上你们边讲的过程，我现在那个茶叶味是真的很明确的出来了。对啊，是真的是你如果闻过，你有没有买过那种那种高级的一桶一桶的那种茶，有没有？然后用真空包包起来吗？有。我现在就是打开真空包的味道在这里，就是茶香整个冲出来给我闻到的感觉，很强呢。对啊，那我自己觉得啦哈，我觉得很像在你说，如果说玉露，很像在这个日本的半山腰的寺庙间，但是在半山腰的但是寺庙间，你这个窗户打开，你就是跪姿，那正好在坐的这个茶道。那窗户打开望过去就是一面山谷的土风景。对。那旁边呢，在你运作茶道的过程当中呢，旁边有一颗毛茸茸的水蜜桃。对，但是这个水蜜桃却把这个茶香烘托出来，带得非常的好这个这一支真的是很有水准，居然可以把茶香，你们已经闻到茶叶的味道了吗？有，我有呢，有啊，我已经有了，真的是蛮强的。好，那如果这一支茶香慢慢的晕开来，我觉得就很像这个泡茶一样。好，一开始茶叶还没有醒的时候，它是给鬼玩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坨一坨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慢慢的随着这个泡在这个热水当中，慢慢的舒展开来的，不管是时间或速度，就很像在你喷上去了之后，前调一直走到
走到这个10分钟左右，他们这个茶叶慢慢已经舒展开来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走法有类似你在泡茶的整个流程。好，那如果这一支学姐你会用在什么时候？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喷。任何时候。对啊。但它可能会让我拿来当做早上起床的早安香。OK， 反而你是早上啊，对不对？那林心丽觉得她是晚上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我是下午。我觉得都可以。很奇怪，我们3个人时间都不太一样。代表他其实都可以。它是会让我联想到就是夜晚的那种小花的那个香味。但是它如果适用的时间是整天都可以啦。对，它不会厚重说让你觉得只能在晚上使用。不会，它没有偏说只能在哪里使用。它是很清爽甘甜的香气。对，而且它这个茶香又是这种小家碧玉型的，对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清清淡淡。不会太苦，也不会太浓烈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也不会让你闻不到味道。对啊，很想要拿起来这样倒一下，对不对？喝下去可能就喝的感觉，喝起来。对啊，主要就是一个很实川的香味，很香。好，那林心丽，你觉得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？那怎么穿呢？我觉得它还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还蛮放松舒服的。是，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喜欢在放松的时候去使用它。对，可能上班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会让我想要度假休下去的味道。OK。对，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适合在休假，或是我觉得晚上出去吃饭啊，然后自己在家也都 OK， 就是一个放松的，然后很像是喝着一杯茶放松的那种感觉。是，对，好，那我觉得男生这支也很可以。如果你喜欢茶香，茶香是很中性啊，人人都会爱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男生的话，他也是男生用这支也非常合适。但如果你不排斥带一点点花香的话，或者桃子果香，对啊，这个是很特别哦。对，这个果香加上茶香，那这个果子又是水蜜桃，男生用水蜜桃。算是挺有特色的，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对，而且它这个味道会让我一直想到说，它其实目前的话，我觉得花跟茶还是都各半，不会只有茶香，它花香是比例还蛮重的，而且它这个花香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像在那个山上闻到的花，山上闻到，对，就是在温度稍微比较低的时候，然后它这个花香会更明显。的那个味道，对，那这很干净。我最接近的茶园应该就是我们的木栅了。木栅，因为有时候猫空吗？有几对猫空，有几次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是自己拎着包就去猫空，在那边坐着了，发呆哦。对，去发呆，想想未来，对，或者要安静一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这真的有那个茶园，还有你眼前的就一杯茶。就是在你面前，不管你是把这一小杯呢拿到鼻子，你知道闻香杯有没有？你闻香杯，你现在就是手上就是这个香味，对，闻香杯比喝茶的时候还香。对，喝都没有觉得那么香，但是你闻的时候就特别香，集中在那个杯子在那闻。对，因为喝的时候要等它回感受那个茶叶的韵味。OK。赞！这一支如果你喜欢茶香的，这一支绝对是堪称代表了。对。那它不会让你感觉太过于清淡，不会，它是绝对让你很有记忆点的。我觉得它蛮浓淡，蛮刚好的。是啊。好，那我们很像留在第二泡之间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跟大家讲的后调，待会见，好，拜拜。玉露回来了，对，真的很厉害，我先讲，好，这个现在整个茶叶香，那我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茶叶的颜色，茶泡起来的颜色，就是咖啡色偏淡黄色一些这样子，好，那我觉得现在场景
很像在飘着花香的公园里来着一杯自己泡的茶。对啊，而且因为你就是闻到了花香嘛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茶跟花香不断的交互、相互的出现。好，那换你说说看这一支的后调。对，我觉得它就是跟我刚刚一开始闻的时候很像，它还是在高山的地方，然后是在这种日本它比较凉的那种冷的地方，是闻到的香气，然后是因为它给我感觉是很明显的花香，就是那种，然后再带一些茶叶的回甘的那种感觉。那刚刚讲到说这个茶叶的色泽，我觉得从头到尾它给我的色泽就是淡黄色、淡淡的那一种颜色，一直到现在都是，它就不是那一种乌龙茶那一种颜色的，是像我们的宣茶或者玉露这种颜色的那种感觉的味道，金黄色的，对，对，然后我的花香非常明显，好像大于茶香，我身上的，OK， 花香大于茶香，对，我是茶香跟花香50-50，差不多这样，很明显，对。那学姐呢？现在这支后调有点像你喝完茶那个嘴巴里面会回甘的那种氛围，对啊，因为它后面用对，它后面用那个琥珀跟檀木，然后去带出那个回甘的 feel， 还蛮特别的。是琥珀跟檀木哦，有这种素材在里面啊。我目前，但我现在很纯粹的就是茶香跟花香，我没有别的，就很纯粹。我的也是，对啊，没有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用那个去衬底，然后让那个茶叶有再回头来给你一个韵味的那个 feel， 就是因为你会一直觉得那个花香跟茶香是在怎么讲，互相流窜的那个氛围。是，我觉得这一支你冷冷的天气，很像来上一口热乎乎的这个茶，干干的茶，玉露清茶，你会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合适啊，带点暖意这样。对。但是这一支如果你夏天，那也很可以， OK， 对不对？对，它夏天就是很清新的，带一点花香的茶香。是。那我觉得天气冷的时候，这也适合喷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上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啊，反而可以把它的香气的前中后调完整的呈现的走过。因为有时候天气热，你可能会觉得它很快。可能一下就散掉了。可是如果天气冷的时候，你的皮肤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喷它，你才能感受到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天气冷喝一口热茶的那个氛围。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4个季节都非常可以。对啊。就像茶也有热茶，也有冰的茶嘛，对不对？就是4季皆宜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这支我是会晕白花的人来喷，应该不会晕，应该完全不会，这支蛮可以的。我很看好这一支的后劲呢。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会中，这应该很中台湾人的口味。对，这是大家都很能接受的，而且很熟悉的味道。重点是还有变化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商业香里面，我目前还没有闻到过这样子，这么把一个茶叶从泡进去，然后到叶子舒展开来的整个过程描绘的这么的身临其境。对啊，真的。那它也有带着果香跟花香的变化，真的是很厉害啦OK， 好，那你们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嘞？花香茶香，花香茶香，香调。OK， 带花香的茶香，带花香的茶香，花香的茶香，花茶调。好，花茶。好，那林经理这一支，花香加茶香调，0到10你会给几？10分。10分，这么的明确，连想都不用想。可以，而且因为这支我会更想把蓝茶也一起收一收，这样，就这样觉得比较有一等的感觉，就是觉得一支好像有点不够。那你就这支，但是卖完了，等它来的时候，下一批要来，就觉得2支都
很值得收，因为两支茶香的表现也蛮不一样的。对，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同，差距蛮大的。是蓝茶我自己也喜欢，但是我觉得更有整个记忆点，我觉得会是玉露这一支。我觉得它会中。我的直觉。你可能更爱这一支。会更爱。对，但蓝茶也很棒，蓝茶也很好。好，那学姐，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茶香、花香调嘛，对不对？带花香的茶香。带花香的茶香。对。好，那0到10你会9.5。9.5，给它9.5分，原因呢？就是很好穿搭，然后调香师要走出那个玉露清茶的氛围也用得很好。是，对，我觉得他前面用水蜜桃去带出那个露水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是，对。然后因为玉露清茶白，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我想它喝起来应该是会有一点，就是它的茶叶喝起来应该是带一点某的那个香气啦，或者就是水蜜桃子的香气，否则它不会这样去带它，因为它前面的果香那个桃子的味道其实是很明显。是啊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我们势必要去把玉露清茶再翻出来再喝看看，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因为在喝起来的感觉，应该会有那个 feel， 所以他才会去这样调。是，否则他可以用别的东西去带，而且他用中段的那个晚香玉跟荷花，去带出那个玉露的感觉，就是清透的花香。是，它的晚香玉没有很甜腻，对，反而会让你觉得闻起来像栀子花或七里香，不像晚香玉。是，对，所以我知道你刚刚讲说像晚上的那个，很像你走过人家的家里，你会闻到那个悠悠的花香的那个感觉。对啊，那个对，所以势必要把那个清茶重新玉露清茶重新喝过，我才能够了解它调的那个氛围。因为其实调香师很多在调茶香的时候，他是想要还原他对这个东西的印象。对，就很像我们喝茶的时候，有人会说这个某一个铁观音，喝起来很有奶香，对不对？某一些茶喝起来会让你有一些什么品尝到另外一种这种食材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那或许这一个玉露，它让人家喝起来会有水蜜桃的感觉，印象，对，回忆，所以他才会这样调。是，或许这样，没错，它就是实川呐，然后对，然后调香师又调得很好，我觉得他任何场合都可以。OK， 学姐给他9.5分，那换我了，我非常明确。果香、花香、茶香调3种，好，那0到10分，绝对是10分的啦。对啊，因为你从头到尾听我讲，我就是从一开始非常喜欢。那特别是它的一开始桃子味带出来，哇，这个是非常少见的。而且桃子慢慢的下去之后，居然平衡上来的是它的茶香。那这个茶就很像整个叶子慢慢在这个热水里面舒展开来的感觉。那到现在，在我手上，它就是一杯茶，这是非常的强。好，所以我整整给它10分，一定会中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。我们还有 tester 在桌上吗？没有，但没关系。你看到这一片之后，跟我们联络，好不好？来找学姐试香，凯琳帮你生出一支来，好不好？之后会到货了，对。但不知道我心想我要怎么生？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两位今天帮我们介绍这一支，这个是玉露，对。那我刚刚有查一下，它的玉露清茶好像正常喝起来，它回甘的时候会有一点奶香所以为什么它的基调会用檀木去做，微的啦。是。所以昨天有人在直播的时候问说，像不像奶茶、绿奶茶？我觉得是不像啊，对，因为它还没有那么厚的感觉，它没有到那么奶的感觉，它还是比较清的那种清茶，就是清，你可以想象它就是喝了一杯玉露清茶，然后但是你是在花园里面，对，那这个花园其实前面是有果子的就是果跟花都在，它把它整个那种明亮感做得很好，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加起来，拜拜，拜拜。